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即使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没有任何联系，你仍能突然知道他正在想什么，遇到什么事，甚至感受到他的情绪。这种直觉，这种瞬间的连结，似乎超越了时空的界限。科学上，这种现象听起来难以理解，但在量子世界里，却有一个叫做量子纠缠的现象，揭示了我们所认知的距离和时间可能只是表象。量子纠缠告诉我们，两个粒子即使相隔光年，依然能瞬间影响彼此的状态。它们似乎以一种超越时空的方式存在着联系。现在试想，如果我们的灵魂也像这些粒子一样是能量波，是否也能瞬间互相感知、互相呼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探索这个令人着迷的可能性。量子纠缠不仅仅是物理世界的现象，它或许正是灵魂彼此相连的科学隐喻。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能量波动的集合，这些能量波无时无刻不在与周遭环境与其他人产生共振。当你感到深刻的爱、纯粹的喜悦，或者突然的创造力灵感，这不只是心理感受，它可能是你的灵魂波动与整个宇宙波动共振的结果。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微观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而这些可能并不是孤立存在，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纠缠，形成一个统一的网络。灵魂也许正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宇宙网络之中。这并不是单纯的想象，在科学实验中，量子纠缠已被无数次验证，无论粒子距离多远，它们的状态改变都能立即反映到对方。而灵魂作为一种能量波，其本质极可能与量子纠缠相似，即便肉眼看不见，即便意识无法完全触及，它们依然在更高频率的层次互相连结。当你伸出善意，表达爱，或者创造出美好的事物时，你的能量波不仅影响你自身，也同时影响着与你纠缠的所有存在。这是一种超越个体的相互作用，一种无声的、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宇宙共振。哲学上，这种连结意味着一个深刻的真理：我们并非孤立存在，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情感、每一个创造行动都在宇宙中留下痕迹，并影响整个能量网络。爱与创造是最强大的能量频率，它们能激发共振，让灵魂之间的连结更清晰、更强烈。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就不难理解合一的概念。所谓合一，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每个灵魂本质上与其他灵魂相同，都是同一个能量源的不同波动。因此，从量子纠缠的科学到灵魂的能量波，再到哲学上的合一理念，我们开始看到一个画面：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彼此相连的波动网络。当你理解并感受这种连结，你会发现，爱与创造力并非仅仅是情感或行为，它们是我们存在的核心频率，是通往合一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的探讨如何用量子力学的能量波来理解灵魂的本质，以及这种共振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实和生命。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宇宙的最小单位粒子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而同时存在于波与粒子的两种状态之中。这种波粒二象性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真相：微观世界的本质是能量与可能性，而非物质的固态。当我们将这个概念延伸到灵魂时，就能理解，灵魂很可能也是一种高频率的能量波，它不是固定的形体，而是流动、振动与宇宙共振的能量存在。正因如此，灵魂可以超越时空，瞬间互相影响，就像量子纠缠的粒子一样，无需物理上的接触，就能在彼此之间建立连结。想象你与一个心灵契合的人相遇，你们之间瞬间产生的默契、理解与共鸣，其实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能量波的共振现象。量子力学中的干涉实验告诉我们，当两个波重叠时，它们会互相叠加、增强或抵消。同样的道理，灵魂的能量波也会以类似方式互动。当两个灵魂的频率相近时，它们会产生强烈的共振，这就是我们感受到深刻连结与理解的瞬间。当频率不一致时，则可能出现摩擦、隔阂或误解。这种科学与灵性的结合，帮助我们理解人际互动背后的深层机制，也揭示了灵魂如何在无形中互相影响。更令人惊奇的是，量子纠缠不仅存在于微观粒子，也可能存在于意识层面。研究指出，
意识本身具有波动性，它会向外发射能量波，影响周遭的环境与其他意识体。换句话说，你的思想、情感和意图实际上是一种高频能量波，正在与宇宙网络和其他灵魂波动进行互动。当你的意图纯粹而充满爱与创造力时，你所发出的能量波频率最高，最容易引发共振，并激活其他灵魂中的相同频率。这解释了为什么当你在充满爱与喜悦的状态下行动时，不仅自己感受良好，也能影响周围的人与事，甚至在看似无关的地方产生奇迹般的变化。量子力学还揭示了非局域性的概念，也就是纠缠粒子之间的影响不受空间限制，应用到灵魂的层面。这意味着我们的灵魂波动可以瞬间传递能量，无论相距多远，无论是否认识。这种非局域性正是灵魂连结、直觉感应与心灵共振的科学基础。换言之，你与远方的人之间的直觉互动不是神秘的巧合，而是灵魂波动与量子原理交织下的必然结果。进一步的，如果我们的灵魂本质是能量波，而这些能量波都源自同一个宇宙能量场，那么每个灵魂的频率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层次和形态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一体性的科学解释。虽然每个人拥有独特的个性与经验，但在能量本质上，我们都是同一个波动的多重表现。当我们理解并感知这一点，我们就能意识到，爱、创造与善意不仅能改变我们自身的频率，也能瞬间触发整个能量场的共振，进而影响整个生命网络。因此，量子力学的能量波与纠缠现象不只是冰冷的物理概念，它提供了一个理解灵魂本质的全新视角。我们每个人都是能量波，每个灵魂都在宇宙网络中互相影响、互相呼应。当我们以爱与创造力作为频率核心，我们不仅在个体层面展现力量，也在整个宇宙网络中形成共振。这就是灵魂合一的科学、灵性与哲学意涵的基础。如果说第二段揭示了灵魂如能量波般互相影响的科学可能性，那么这一段我们要更深入地理解灵魂的本质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联。量子纠缠告诉我们，微观粒子无法真正孤立存在，它们总是与其他粒子互相牵引、互相呼应，而灵魂作为能量波，也遵循同样的原理。每一个灵魂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源头的表现，只是以不同的个体形式呈现。换言之，你、我、他表面上看似分离，但在本质上，我们都是同一个能量体的波动。哲学上，这正是一体性的核心，个体只是能量的局部化表现，而整体才是实相的真正样貌。你看似拥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经验，但这些都是同一个宇宙能量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下的呈现。灵魂的分离感其实是一种幻象，是我们在物质世界里对自我意识的认知投射。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本质与他人相同时，我们便能突破这种幻象，体验到深层次的共鸣与合一。这种共鸣不仅仅是心理或情感上的理解，而是能量层面的实际互动。当两个灵魂的频率共振时，它们之间的影响就像量子纠缠粒子一样，即便身处不同的地方，也能瞬间互相感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心有灵犀的感觉，为什么某些人能在第一眼就产生深刻的共鸣。这种共鸣源自于灵魂本质的同一性，而不是偶然。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创造行动都在宇宙能量场中留下波动印记，与其他灵魂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灵魂本质的同一也带来了深刻的伦理与生活启示。如果我们明白彼此本质相同，每个人都是同一能量波的表现，那么我们对他人的爱、理解与善意，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本源的回响。你给予别人的爱，不仅影响他，也同时回响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增强你自己的能量波频率。相反，若你怀有怨恨、敌意或分离感，这些负面频率同样会反馈回自身，影响整个能量网络的和谐。这就是古老灵性智慧所说的待人如己。如今用量子能量波的观点，我们可以用科学语言理解其深意。当我们进一步将这种能量本质与量子非局域性的概念结合，就会发现时间与空间对灵魂的限制几乎不存在。你的思想和情感，甚至你的创造意图，可以瞬间影响与你纠缠的其他灵魂。
你的行动与选择也会触发宇宙能量场中无数可能性的共振。换句话说，理解灵魂是一体的，不仅是一种哲学理念，它也是你日常生活中可实践的科学真理。你的爱、你的创造力、你的意图，都是真实影响整体能量网络的力量。所以，当我们说你我都是一体，这并非抽象的心灵口号，而是基于量子纠缠与能量波原理的真实观察。每一个灵魂的波动都是整个宇宙波动的一部分，每一个行动、每一份爱、每一个创造意图，都在这个巨大能量网络中留下印记。理解这一点，我们便能从分离感中解脱，真正体验到深层次的合一，不只是与他人的合一，也是与整个宇宙、与自身本源的合一。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本质上的统一，爱与创造力自然成为最高频率的表现形式。因为当灵魂与宇宙本源共振时，爱与创造不仅是情感或行为，更是灵魂波动的自然状态，是合一的实际展现。这也为我们下一步揭示如何将爱与创造力作为灵魂频率的核心，进一步激发更高层次的合一经验。如果说前一段揭示了灵魂本质的同一性，那么现在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灵魂运作的最高频率？答案很明显，爱与创造力。量子力学的能量波原理告诉我们，波动的频率越高，其能量越集中，影响力越大。在灵魂层面，爱与创造力正是最高频率的波动，它们能够引发最强烈的共振，穿越时空，触及其他灵魂，甚至影响整个宇宙能量网络。爱是一种强大的能量波，当我们无条件的爱自己与他人时，这种爱的频率会扩展，激发整个能量场的共振。这种共振并非抽象，而是真实可测的。实验证明，心念、意图和情绪能够改变物质结构，如水晶结构或生物系统的振动模式。换言之，爱的能量不仅存在于心灵，它会转化成可以被量子能量感知的波动，与周遭的灵魂共振，进而增强整个能量场的和谐与力量。创造力同样如此，每一次创造，无论是艺术、音乐、写作，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思维创新，都是灵魂能量波动的具体表现。创造力不只是个人技能或表达，它是一种将内在能量转化为外在现象的频率活动。当灵魂以高频率的创造力运作时，它与其他灵魂的能量波相互干涉、增强，产生连锁效应。这种效应可能表现为人际间的默契共鸣，也可能引发整个系统的奇迹般转变。量子物理中的干涉叠加现象正好提供了这种机制的科学隐喻。波动的相互作用能创造出全新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在灵魂层面就是爱与创造力的奇迹。值得注意的是，爱与创造力的频率不仅影响他人，也影响我们自身。当我们以高频率行动时，灵魂会回到与宇宙源头的共振状态，感受到深层次的满足、喜悦与自由。这就是灵性上的自我回归，也是哲学上所说的与整体合一的体验。反之，如果我们活在恐惧、愤怒或分离感中，频率下降，灵魂波动便难以与其他灵魂共振，感受到的世界也因此变得封闭、孤立。这再次印证了爱与创造力作为灵魂最高频率的重要性。更进一步，当我们意识到每个灵魂本质相同，都是同一能量源的不同波动时，我们的爱与创造力不再只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能量网络的催化剂。每一份善意，每一个创意，每一个正向意图，都是在激活整个宇宙网络的共振，放大能量波的影响范围。这种现象不仅是哲学概念，也是灵性实践。透过爱与创造，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宇宙能量的流动，让合一不再只是抽象理念，而是一种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因此，爱与创造力是灵魂的最高频率，它们不仅是情感或行为，而是能量波的实际表现，是量子纠缠在灵魂层面的展现。当我们把这种频率作为生活的核心，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深层次的自我连结，也能与其他灵魂形成强烈共振，体验超越时空的爱与创造力，进而真正实现合一。不仅与他人合一，也与整个宇宙、与自己的本源合一。当我们把爱与创造力作为灵魂的核心频率，并理解每个灵魂本质相同，
彼此相连时，我们就能真正体验到合一的深层意义。合一并非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也不是灵性修行中的口号，它是存在本质的真实反应。每个灵魂都是同一个能量源的波动，每一次思想、情感、行动都在宇宙的能量网络中引发共振。当我们理解并运用这种共振力量，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变成了与宇宙对话、与他人共鸣的机会。量子力学的非局域性和纠缠现象为我们提供了科学上的隐喻，无论距离多远，你的意图和爱都可以瞬间影响与你纠缠的灵魂。这说明我们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宇宙网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哲学上，这揭示了个体与整体的统一。每个人既是独特的波动，也是整体的表现。爱与创造力正是让这种统一得以实现的桥梁。实践上，我们可以透过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选择，将这种合一意识落实。当我们以爱为行动准则，对自己和他人展现善意与包容；当我们以创造力为生活核心，将内在的能量转化为具体行动，我们不仅改变了自身的频率，也在能量网络中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灵魂的共振。这就是合一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每一个人的意识和行动都能与整个宇宙产生互动，形成超越时空的连结。合一的体验最终会带来深刻的内在转化。当我们意识到与他人、与宇宙、与自身本源的连结时，分离感消失，恐惧与孤立感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平静、喜悦与创造的力量。我们不再仅仅是个体行动的观察者，而是能量网络中的积极参与者。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创造行动都在塑造这个宇宙的共振图景。这种体验让我们明白，合一不是理论，而是日常生活的实相，是每个灵魂都可以感受到的真实力量。当你理解并感受这种合一，你会发现，爱与创造力不只是情感或能力，它们是通向灵魂完整性的桥梁，是量子纠缠在灵性层面的延伸。你与他人的每一次心灵共振，都是宇宙波动中的一次交错。你对生命的每一份投入，都是整个能量网络的一次共振。这就是合一的力量，不分彼此，超越时空，回归源头。当我们每个人都活出这份爱与创造的频率，整个世界的能量将被提升，而我们也真正体验到灵魂本质的统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